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10月3号。昨天比特币大量却收了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很多朋友也在担心，短线的比特币好像不太漂亮。这个位置比特币到底健不健康？今天视频利用形态学的理论，再来跟朋友们聊一下里面的一些支持或者是支撑跟压力，包括昨天视频有提到的一个支撑位 27.3K， 我是没想到该进攻不进攻又压回到这一个支撑位。那这个支撑位到底有多重要？包括比特币短期有利好的情况下，为什么价格不涨？等下也来聊一下周线的这个高斯通道。如果你喜欢本视频，帮我们点赞、订阅、加小铃铛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言我们 Discord 群，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哦。昨天这一根 K 线本来涨得好好的，包括昨天这个高点，所有的交易对都已经过了前面这一个前高的高点。但是上面还有一个压力，短线昨天是没有跟大家提到啊，就是这个箱体的区间下沿的位置破位的这个位置，而且这个位置在周线里面高斯通道也是接近 28.8K 的这个区间。不要忘了，这个 28.8K 是长达1年多或者是2年多前面的这个大 M 头，这个区间压力是非常的重啊，就是这边有一个 M 头。不过我的观点，短线有可能是不太漂亮，就是这个位置主力不应该在这个位置又重新压回，然后又放了一个大量。那我们要揣测一下，主力在这个位置它是要再压回吗？还是说它有没有可能只是在这一个 27.3K 上方会不会整理出一个区间？因为前面有跟大家讲过，就是这边有一个也是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头肩底的形态，它的颈线是倾斜的哦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个上影线的位置跟这个上影线的位置，然后加上这个上影线的位置，就是这一根 K 线突破按正常情况有突破一般都会有压回，包括比特币这个大头肩底的形态在周线里面，这个头肩底颈线突破已经压回1次、2次、3次、4次，都不知道多少次了。所以我的观点，长线的底部一些技术形态都会有重新压回颈线的情况，更何况日线的也是有可能目前是在压回。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这条倾斜的颈线，它其实跟上面的这边有一个下降趋势的区间，几个下影线原来的一个支撑位，后面是跌破以后变成压力，但是现在突破，我的观点，这一条线支撑是非常的强。如果是短线这个位置，我们要防一点，主力不能把这个位置重新跌破。如果重新回到这个箱体的区间，就类似我那一天在这边跟大家讲的，我们要防主力如果在这个位置不主动继续进攻，如果又回到这个区间，那我们要防一点。主力有没有可能重新再压回，也是不排除。然后我们从短线里面要怎么去防它哦？就是昨天这一根下跌大约是在低点的位置 27.3K， 也是昨天聊到的这个支撑位。它如果价格要继续在这个影线里面来波动，或者是收盘把这个低点给跌破，那我们就要防一点。还是一样，期货的单子如果要继续开单，我的观点是你要防主力有没有可能压回的一些位置，到时候再看还有没有一些买点的位置。所以目前是看不出来，我的观点有可能最强的情况，主力会不会在这边震荡一个区间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昨天这个上影线的压力位哦，它也是来到前面8月份这边接近20天的整理平台区，就是这个位置破位。那既然在这个上影线的位置有一个大量，下一步我们要留意最强势的情况，你必须在这个位置给我稳住。如果重心往下移，或者是真的重心稳住，下一步挑战这个位置必须要放比这个更大的量了，才有可能确立比特币这个位置中线要继续往上进攻。不过我的观点是，整个中长线其实形态还是非常的健康哦，它高点已经是把这个高点给过，不排除有可能目前是不是在震荡。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几个指标啊 ，KD 指标也是有震荡整理的需求，因为价格过高。有朋友是在讲这边日线是有背离啊，包括 MACD 的柱状也是比上一次这个柱状是在走背离的结构，所以这边有震荡整理的需求。不过整个中长线观点还是一样，低点在走高，然后高点也在走高，而且把这个前高都给突破，有可能目前也是在静待
这个位置是不是时间整理到位，或者是重新再压回，然后看会不会往上突破。整个中长线的目标还是不变，只是短线最近猜测也不是很准所以我的观点，我们要防一点，主力不能再回到这个下方。如果再回到这个下方，主力有没有可能还是在这个区间里面震荡？然后我们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高斯通道，因为高斯通道在今年的8月份，它这边整个中长线的高斯通道已经是转绿的结构，所以也是希望朋友们有压回 25K 在这个区间，希望朋友们一定要买。那现在昨天是来到这个位置，又没有挑战这个高斯通道的上轨，所以也不排除这个位置是不是整理，还是我们要防。如果期货朋友还要开单，万一是主力再压回，会不会再去突破这个上轨，或者是这个位置时间是不是还是不够，它还是需要在这边震荡整理，也是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上面这个位置也是有压力，而且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区间 28.8K 到 29K 附近压力也是非常的重有几次突破都是在压回，突破再压回，那这一次来到这个区间其实也是近在咫尺有没有可能整理到位，它会不会往上突破？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19年当时第一波涨了3倍以后，我们看一下它是再压回中轨，或者是突破上轨又压回。这个黑天鹅事件我们不看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在这个中轨的区间，或者是中轨跟上轨的区间，后面是在这个位置20年的5月份也是在这个区间中轨跟上轨的区间震荡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包括20年初的时候也是在这个中轨附近，都是很重要的买点，或者是每一次有压回的重要的买点。后面你去观察一下，它突破这个上轨的时候，就这个区间量能是非常的大，所以我们要观察一下这个位置时间是不是还不够，就是它如果有在压回，你也可以选择继续做多，或者是原来的多单仓位继续给我保，因为整个中长线方向还是往上去看的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我们的有图。